我们现在来做的是手术帽哈。那因为疫情的关系呢，就是我会出2篇那个手术帽的这个影片哈。那我可能会说到前面是一样的话哈，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很多人需要这个手术帽，因为口罩应该就是已经都教过了。那现在帽子呢，也是慢慢的很多人说有限制啊，或是缺乏，或是说你纯粹想要在手术室里面，或是说你是做餐饮业啦，还是各种方式，你需要戴这个帽子，想跟别人不一样，我们就可以自己做咯。那我们现在这一顶呢，是头顶是圆形的，那侧边就是比较有一个弧度哈。那做起来呢，像这样子。它后面有一个，我们后面会做皱褶哈。那皱褶用意呢，就是像我们女生呢，在戴的话，我们会把头发绑起来之后扎到这个后面来，所以这个弧度的地方呢，这个皱褶的地方就是包住你的头发的地方。那因为考虑到很多人家里没有步边车呢，所以呢，我里面做了这个边边做了滚边哈。那如果你有步边车的话，你就是直接用车步边的方式。那其实这个戴起来这一顶哈看起来不怎么样，可是我都会喜欢试版型哈，像这顶是我一开始试做的，那我就觉得后面的皱褶太集中了，所以你戴起来就会比较没有那么好看，所以我就又做了第2顶哈，就是说，它的那个皱褶我把它分散的比较开一些，那分散比较开一些，戴起来呢，相对时尚很多哦，对不对？可是这顶我懒得滚边，试完版型之后懒得滚边哈，之后再把它滚边把它完成。那我们就现在来教大家怎么做啦。那这个的话，我们首先先把这个帽顶的部分哈，头顶的部分呢，把它4个缺口哈，就是4等份，我们都剪缺口，好让它做一个记号。接下来呢，这个帽檐的部分呢，帽檐的部分这个比较宽一点的弧度呢，是这个头顶的地方。这个下面的部分呢，是我们要3卷车缝，就是戴在我们额头这个地方，这是头顶的地方，所以你不要车错哦，哈，这样是不对的哈，这样的话是错的，我们是要这样子。那我们一样要准备一条松紧带，哈，大概12公分，哈，然后这个是滚边的。里面内滚边哈，要把那个缝份包起来的地方。那为什么这个里面没有办法用包边缝呢？因为这里有皱褶，有皱褶的地方，你车包边缝会太厚了。不好意思，因为前阵子有点普通感冒，特别强调有点普通感冒，所以就是有点流鼻水。好，我现在要开始车了，突然呆滞好，我们开始车呢。我这里还有做一个牙口哈，除了中央线呢，我做了一个牙口，这里还做了一个牙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牙口就是等一下它是1/4的这个帽檐，好，1/4的帽檐，等一下我会从这边开始抽皱褶，好，就是会有一些皱褶。那下面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依照我们的头型去看，我们必须要用多大的松紧带。那我们一般大人的头围是57公分。57公分哈，一般的大人头围不是每个人都一样，我是说一般的。那我们加上松紧带，当然你就可以微调。所以我们松紧带，假如比如说我这一条是12公分，我扣掉缝份的话，我只剩10公分，对不对？也就是说57，我需要计算值算给你们看吗？因为这个要计算头围哈，就是说我们一般的头围是57公分，那我松紧带呢？有10公分，也就是说我剩下的部分是47公分。47公分呢，就是我从这里这段是不能车松紧带的部分是47公分，所以呢47公分，我现在不是把布对折吗？也就是说我从这里我要量23.5公分，好，23.5公分。这一段就是我不能有皱褶的地方。我不能有松紧带的地方，这一段就是47公分，是我不能有车到松紧带的地方，所以也就是说什么，后面的这一段就是我要车松紧带的地方，这样大家会计算了吗？所以如果你的头尾不一样的话，请你自己计算一下哦，哈。然后呢，我们就现在开始车啦。开始车的话呢，一样，我考虑到大家没有步边车，所以我会先用侧边用包边缝。那包边缝呢？首先把它，以前我们布料常常都是正相对，所以可是因为要做包边缝是要里面对里面，然后车0.3到0.4公分，把它车起来。如果你缝份留得太大，你就把它剪掉，或是不齐，你就是这样把它修掉。
之后我们翻到反面来，把这个缝份包起来，车0.5公分，也就是说我们刚刚车了0.3公分，对不对？现在我们车0.5公分，我们就可以很完美的把刚刚的缝份包起来了，这样懂了吗？好，我们就这样把它缝在里面，这样子。然后呢，我刚刚不是有说有一个地方是要车这个松紧带的，车皱褶的地方啊，有没有？就是1/4头尾之后这一段，我们是要车这个皱褶的地方，所以我有剪2个牙口。我们从这里呢，我们把针目调到比较大一点之后，就车到从这里车到这里。好，完成之后呢，我们就来跟这个头顶结合了哈。那头顶结合呢，我们头顶已经刚刚有剪牙口4等份，所以呢，在这个中央线的地方，我们就先用珠针把它别好。好，等一下我们就要均衡的车进去。最主要是后面呢会有一个相折哈，会有一个相折。什么叫相折呢？就是这样子，这里会有一个大折子哈，这个叫相折。好，我们会有一个相折，两边都各折进去，大概1.5那边。好，我也是用珠针把它固定起来，然后我们剩的再来抽皱褶。那为什么这里要一个相折呢？也就是说，这里的缝份我们让它那个容量让它多一点点哈，容量让它多一点点呢，我还读没过，容量让它多一点点呢，我们头发呢会比较好包，然后剩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要来把刚刚那一条线把它拉紧，像这样把它拉紧。好，然后我们就开始车这个什么帽檐的部分。好，把它对一下哦。我们中央线呢对好了之后，我们往两边量一下下哈，往两边量一下，4等份的地方我们就开始车。好，开始车哦。这里是前面的部分，所以是没有皱褶的部分。那相褶的地方，等一下车起来怎样？我等一下再给大家看哈。那如果你不会车相褶，你就把它全部都车皱褶也是可以啦。可是相褶很好车，我觉得你要不会车，应该难度很高，因为它真的蛮好车的。好，我们到了这个要皱褶的部分呢，把这个皱褶平均的散开。好，那我试做了之后，我发现是在1/4处哈，就是这帽子的一半哈，从一半头顶的这个一半之后，开始有皱褶，是比较戴起来是比较好看一点的。还是我的头型比较适合这样，我也不知道不过我试戴了之后，我都发现还是要这样的那个皱褶的分布呢，戴起来会好看一些，而且它这样皱褶也不会太多。好，那如果你们做起来呢，因为每个人头型都不一样啊，如果你觉得你做起来觉得你不喜欢这样子的皱褶，你可以自己做调整，好不好？不一定说什么东西都要一模一样。好，我们手做的东西哈，从以前我就讲过，没有一定要一模一样的东西，也没有绝对的东西。好，那我们抽皱褶呢，就是慢慢推它。那车到相褶这里，我们就是慢慢车过来。那相褶的部分你就不要再抽皱褶了。好，上次有人问我说珠针为什么不会车到？因为珠针它圆圆的，它的身体圆圆的，所以你针下去的时候，你不太会车到它，它会滑过去。所以车到珠针不用怕你就慢慢的要车过去就好。那很怕的话，你就把它抽起来。谁叫你很怕又硬要车，对不对？所以就是很怕的话，你就把它抽起来。
好，我们就这样慢慢的抽皱着哈，把折子平均的、很均匀的，在后半段的部分。那为什么前半段不用皱褶？因为前半段你的额头哈，不会很空啊，所以就没有那么蓬哦，所以你是不需要皱褶的，像这样子。好，我们看一下哈，这后面呢，它就是一个香褶，在这里有没有看到一个香褶？然后这个地方你自然它的容量会多一点点。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就要来车这个下面松紧带的部分。那下面松紧带的部分呢，我们刚刚不是有做这个记号吗？好，我刚刚有做了，不是我们，是我做的。恁无做，恁只底下看。好，那我就是从右边这一边哈开始先把它，我的记号在这里，有没有看到？我的记号在这里。好，那我的记号在这里，我就放在它的上面过来1公分，因为我刚不是有缝缝吗？那缝缝呢，直接把它往下折。所以你们车这个的时候，这里的缝缝帽檐这个部分。帽檐这个边边的部分呢，你要记得要留1.5公分的缝缝，然后先把它压住，先把松紧带压住。这跟车床包有点像哈，我们床包之前也有教怎么车松紧带。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一个拉过来，另外这一边的这个位置，好，有做记号的地方，一样。我记号在哪？这。就把它车住，有没有看到？车住之后，你的松紧带不会动了，好，它不会掉出来了。之后，我们就可以直接车一圈了。安内刚我干单，好，直接车一圈，把它包进去，直接车起来，像这样子。那你这里一样要3卷车缝，一样要把它那个边边先折进去一点点哈。边边先折进去一点点之后，我们再来压线。啊，你再压这个，你小心不要车到那个松紧带了，这样你的松紧带就不能在中间跑，就没有弹性了。所以如果你要是技术真的很差的话，你下面缝缝可以留大一点，好不好？你会怕的话，你就缝缝留大一点。那如果你要移动的时候，你的针哈就是要插在下方。你再去移动你的布，不然它会跑掉，好，因为这里是有松紧带的部分，好，然后就这样边折边车进去，好，然后呢，剩的地方我们就是3卷车缝就好了。所以这一顶的话。就是要抽皱褶，难度也不高啦。就最主要是我真的觉得最主要是调整这个版型，还有这个皱褶的分布要在哪里会比较戴起来比较漂亮。好，我就觉得说这个比较需要那个啊。如果你只是暂时要戴，或是没有戴很久，其实就还好啦。那个青菜小姐，反正头发不会跑出来就好了。这样讲好像很奇怪，对不对？好，这样松紧带就好了。那如果你家有布边车的人呢，请你就去扫一下布边。好，那我们没有布边车的人要怎么办呢？就要乖乖的来把这个缝缝包起来。那包起来的话呢，我们这个缝缝的地方呢，我们就是要剪这个包边的呢，我们就是要剪这个45度的斜布条哈，让它有一点弹性。但如果你长度不够的话，我们就要把它接长一点来用哦，至少要有它1圈的这个长度，对不对？那我们在接的话，我们在斜布条呢，很久以前我们就教过要怎么接斜布条，我再讲一次哦。把这2条斜布条这里呈现一个直角，从这个点哈，这2个点，这个尖的这个点，这2个点你把它连接扯起来。斜布条是要这样接哦，你不要乱接哈。车完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你的斜布条接完之后打开，它可以很完美的连接成一条线，有没有？这里，好，那你再把多余的缝缝剪掉就好了。有没有看到？是不是挺简单的？那很多人他不会接哦，然后接起来就歪一边哈，就是因为你没有把那个点那个2个点哈要连成线，你没有把它对好。好，那我们把前面剪掉，我们要怎么把它包边呢？是包边就蛮简单的啦，就把它包起来就好了。每次讲很简单，都还会被人家念，
说你每次都说很简单，我都车很久啊。当然啦、我车这么久了，我已经学做的东西学那么久了，我当然是车的比较快，你们车的比较慢是很正常的，所以不要气馁哈。说哎，为什么我车的看我在车很快啊，你们在车很慢啊？如果我在车很慢，你们在车很快，就你们来教就好了，我干嘛教，对不对？这么的奇怪。好，然后我们把它对着，这个宽度哈，这个宽度大概4公分了，然后我们把它对着，你说我说有没有道理？对不对？我如果车很慢的话，你们还用得着看吗？还用得着学吗？对不对？好，我们在测这个包边的时候呢，不要用力拉这个滚边条哈，反而要稍微放松一点哈，那要放松一点，它等一下那个边包起来才漂亮。好，然后到了这里呢，接的地方我们把缝缝打开之后再对折。所以如果你有熨斗的话，很建议啦，你先去把这个滚边条先把它烫好，你就会更好车。先把它对折烫好，哦，那就超好车的。好，车到这里的时候，你看前面我有先折一个角，刚刚在讲话忘记讲，先折一个角哈，然后我们就一直车到这边的时候，我们再把多余的布给剪掉。好，那我们到这边我们就是车一个角。接下来呢，我们就从另外这一面呢做压线就好了，就完成了。这还蛮简单的，就因为里面的滚边没什么人看见哦，我们就可以不用那么的仔细，也还好，不用车的太过于完美，对不对？哎，让看咱写咱自己折，车太完美，人家会以为你去买的。开玩笑的啦，就是说，有时候要学着放过自己，好吗？不用要求过高，好，就把它这样包起来就好了。这样包起来，它就不会虚边了哈。不会虚边的话，你重复洗呢，才不会说这个线头一直脱落哈，那个经纬纱一直脱落。你就像这样把它包起来。我那滚边条没有先烫好，所以它有一点不太平整。下回不太平啊！哎，这次因为这个肺炎的关系哈，真的是搞得大家人心惶惶的。我也希望大家一切都平安，超希望全世界的人都平安。好，我们就像这样子把它包边包起来，包到最后呢，就是刚刚不是有一个三角形，这个我们折过来的地方吗？最后它就会把它直接收边收好，好，像这样子，把这个头给包起来，好，这样就好了，完成了。好，这样子呢，因为我现在其实时间蛮晚的，现在是快要凌晨3点，我在这边车东西啊，因为只有这个时候才有空啊，因为这个想说赶快哈教大家，让大家去制作哈，所以我就下班之后工作都处理完，然后自己家里的事情做完，才有空拍影片。好，我们把这个弄起来好像个盘子一样，好不好？好，我们把它翻到正面来，就像这样子。然后后面呢，就是可以收这个头发的部分哈。然后呢，旁边会有一点小皱褶，因为我们的头呢，大概前面这里是额头，对不对？从这里开始侧边，我们的弧度就会越来，头发啦都从这里开始有了，对不对？所以呢，你这样子就可以很完美的把你的头发什么都收进去。那如果女生呢，你扎马尾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塞在这个蓬蓬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做一个相折哈，让你的这里的皱褶呢更多一点，大家让它空间更多一点。那如果你是男生，你是比如说你们家的那个是男生的话，那你不要做这些皱褶，其实也还好，不用这么多哈，就是
盖上去啊，男生比较 OK， 比较没什么关系。那再来就是说，如果呢你不知道你要给那个人他的头围实际是多少，你除了这个松紧带的部分以外，你还可以另外再做2个带子让它可以绑紧一点，也不是不行也是可以的。或是说你纯粹想要装饰，让它美一点。所以呢，这种圆形帽顶的这个手术帽除了说你医生护士可以用，医护人员可以用，那我们做餐饮业啦，还是做一些什么任何不想让头发掉下来的行业，不想让它影响到你工作的行业，其实你都可以戴这个。那也有人说，一些病友们如果你觉得你的头发比较凌乱，没有发型，没有整理得很好看，你也可以戴帽子来装饰一下。那就是说有需要的人呢，我们就是赶快可以自己做一个。那如果你不会做的话，还是你的朋友有需要，你也可以分享给他们。那希望大家呢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次的这个疫情。那如果你们会英文的话呢，也请你有空的话可以帮我翻译分享到世界各地去，让他们呢可以多一些这些资源而且也比较不会说造成一些浪费什么样的浪费？环保问题，就很多那种一次性的东西你就丢掉，像你口罩戴一个丢一个，戴一个丢一个，垃圾量是非常非常的大。那如果我们可以使用这种一直重复利用的材质，那其实我是觉得说，除了疫情结束之后，你要面对的就是环保问题，这样也不是很好，对不对？好，有需要或是你喜欢的人，赶快做一个吧，拜拜。